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兰。我们这边举办了场阅兵，咱这边是惊喜，但是美国那边好家伙，直接整成了惊吓。这个不是我瞎说啊，这本来嘛，你看到人家亮的肌肉，正常反应是啥？这要么是哇牛啊，得佩服；要么是哎呦喂，这不行啊，我们得加把劲追上，对吧？可是美国那边他们的那个脑回路那叫一个清奇。咱先说他们那帮媒体，什么 CNN 啦、纽约时报啦，这些老熟人啦，又来老一套。他们的话说我都能给背下来了，永远都是那个 yes but 的套路。哎呀，中国军队这几年发展是快，跟我们的差距是在缩小。但是你听听啊，这个但是来了，但是他们的技术没打过仗，缺乏实战经验嘛。嘿，我一听这话就想笑。这话说了得有小20年了吧，跟复读机似的呀，好像只要说了没实战，我们那些先进的设备就跟一堆模型没啥区别了。这帮媒体人嘛，也是难为他们了啊，得上班得领工资，得完成老板交代的任务，这咱都理解啊。他们负责给大伙提供一个心理按摩，别怕别怕，他们都是纸老虎，没啥了不起的。媒体这么说吧，咱也见怪不怪了。但是真正让我打开眼界的是美国普通的网友，就是那些天天在网上冲浪的民间高手们，他们的反应那才叫一个精彩。他们连 yes but 都懒得说了，直接一上来就全盘否定。你现在去这个网上搜还能看到满屏幕的评论，说啥的都有。我给你学学啊，这绝对是 AI 生成的电脑特效，跟好莱坞大片似的。不可能，不可能！这些飞机飞得这么整齐，肯定是假的，是这个电脑合成的。看看这些士兵走的跟这个机器人一样，现实中哪有人能走成这样啊？绝对是动画。中国的虚假宣传罢了，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这个了。我的天呐，你听听啊，咱这威武雄壮的阅兵到他们眼里成了一部科幻片一部 AI 制作的动画。当时我就惊我真的会惊叹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多样性。其实说白了就是人自己骗自己的能力有时候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这就引出咱们今天想跟大伙儿唠的核心问题了。为啥呀？为啥他们会这么想啊？是他们傻吗？也不全是这背后是一套非常复杂又非常有意思的逻辑。这事一点也不奇怪。老话说得好，人是想象不出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的。哎，你想想，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大象的人，你跟他描述大象，说这个鼻子有多长，耳朵有多大，但他脑子里想到可能是一头长着长长的鼻子、大耳朵的猪，一个道理啊。那美国老百姓的认知是从哪儿来的呢？2个字儿：忽悠。一方面这个西方世界里到处都是那种搞宣传的大忽悠，天天年年月月变着花样的给你重复一些关于中国的谎言。我们知道的像 CNN 这种主流媒体，这有时候吧，他装一装，要点脸面，说的还有点收敛。但是很多美国普通人他们不看 CNN， 他们看啥？他们看那些自媒体看那些神神叨叨的跟邪教似的媒体，那一帮人可是什么都敢编，他们的观众呢也是什么都敢信。哎，你想想这么个场景，你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你每天早上起来打开这个电视，电视里说中国偷了我们的技术，你中午吃饭刷手机，这手机上又推送中国的经济马上就要崩溃了，你晚上这个下班回家听个广播，广播里又在喊中国的一切都是虚假宣传，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耳朵里听到的，这个眼睛里看到的全都是这些。那好了，突然有一天你看到这个中国的9·3阅兵，看到那些整齐划一的步伐，看到那些充满科幻感的先进武器，你的第一反应会是啥？绝对不是哇，中国好厉害，而是这玩意不对劲儿你的这个大脑呢，会立刻启动防御机制，把你从小到大建立起来的世界观给保护起来。他会告诉你别怕别怕，这肯定是假的，是 AI， 是电脑特效，跟咱们以前看的一样，都是宣传。只有这样你的世界观才不会崩塌，你才能心安理得的继续吃着汉堡，喝着可乐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你别觉得只有这个普通老百姓这样就说美国的那些精英，那些国会里的政客有一个算一个，绝大多数人对中国也是两眼一抹黑，啥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信息来源是哪儿？不还是那些媒体和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吗？专家说啥他们就信啥，这还算好的。到了这个特朗普这儿这个情况就更有意思了。
他这批人啊，连专家的话都懒得听了，他们更愿意相信网络媒体那些小道消息。这就导致这个美国啊，从上到下整个对中国的认知出了大问题。你还记得吗？特朗普打贸易战的时候啊，是真信那套贸易战很好赢，中国经济一推就倒的鬼话。他真觉得啊，只要他一发威，咱们就得跪地求饶。结果呢，第一任期打了个寂寞，没啥效果，换一般人是不是得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搞错了呀？他不，他觉得自己加的码还不够大。所以呢，现在又琢磨着要搞第二轮，这就是典型的被自己那套宣传给忽悠瘸了，最后连自己都信了。所以啊，很多人说这个中美关系紧张，是不是因为我们太高调了，不够示弱？我跟你说这完全是搞反了，恰恰是这个美国人啊，太过看清我们，太过想当然。这才导致他们随随便便就想跟咱们掰手腕。他们骨子里觉得打我们就跟打这个伊拉克、打阿富汗一样，发个几发导弹，派点兵，圣诞节前就能唱着歌回家了。那从这个角度讲，早一点让他们明白现实，让他们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中国人有能力、有决心跟他们斗争到底，一直打到完全胜利，这对这个世界和平也是绝对有好处的。别让他们再做那个圣诞节回家的梦了。对谁都没好处其实啊，这种把自己都给骗了的毛病贯穿了整个中美关系史。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基本上就是照着当年苏联那个邪恶帝国的剧本来的。在他们那个剧本里中国是啥形象呢？那就是又坏又弱。一方面啊，对美国的威胁是恶毒的、阴险的；另一方面呢，中国本身又是不堪一击的、是虚弱的、是内在空虚的。所以啊，在这个美国人的潜意识里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中国的一切都跟当年的苏联一样，看着是挺吓人的，其实里面都是空的。只要我们坚决否认、不承认、不相信他们取得的任何成就，那中国最终就会像这个苏联一样，自己从内部就垮掉了，不攻自破。这个人呀，一旦陷入了这种思维定式，那就跟钻进了牛角尖一样出不来了。他会不断的给自己找理由来强化自己原来的想法，就算有新的信息、新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也会选择性的失明。就比如说这个印巴空战这事儿全世界都知道，充分说明了咱们的武器是好使的，是能打的。但是你看美国人，第二天这个太阳升起来，他们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当成没发生过。在他们的宣传里还是那套中国的武器不行，没经过实战的老调子。不过咱说句公道话，在这个认知离谱这件事上，这个美国人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谁呢？是那些美国的铁杆小弟，那些傀儡国。之前有个挺有意思的民意调查，满世界去问人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未来20年中国会在实力上超过美国吗？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个美国人自己吧，还有41%的人，差不多一半了，觉得这个中国可能会超越美国。这说明啥？说明他们再怎么被忽悠还是有一部分人能睁开眼看看世界，知道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但是你再看这个调查表最底下那2位，韩国和乌克兰。好家伙，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不可能，这就有点搞笑了，对吧？当然了，他们怎么想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咱们说回那个阅兵时 AI 的笑话，这事能闹出来，除了刚才咱们聊的他们对中国的普遍错误认知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对自己军队的认知。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美军自己这些年有点拉垮了，因为他们自己的军队不行了，所以他们就很难理解这个世界上怎么还会有军队能做到咱们阅兵展现出的那个水平。你想想美军这几年的表现，从这个阿富汗撤军那叫一个狼狈全世界直播喀布尔时刻，飞机上往下掉人那场面，这帝国的脸都丢尽了。那这个事儿咱们还能够找个理由说这个阿富汗那是帝国坟场，谁去谁倒霉打不赢也正常。可是后来呢，跟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就那么点游击队打得有来有回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红海护航，结果军舰还被无人机给伤了，打了半天呢，啥战争目的也没实现，这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想当年这个海湾战争美军那也是打出了很牛的感觉你再看看现在，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而最能说明美军现在问题的是啥呢？是特朗普。
他也爱搞阅兵，之前他就借着美军建军纪念日，顺便给自己过生日，也搞了一场。有些人可能还记得那一场阅兵最后办的那叫一个狼狈啊！参加阅兵的士兵，那一个个是无精打采，跟没睡醒似的，站没站相，走没走样，这武器装备也没啥看头。特别是最能体现未来战争形态的无人机部队，你猜这个美军是怎么展示的？人家是让几个士兵用这个手这个一人拖一个，就跟拖这个玩具模型似的，从这个总统面前走过去。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真的是没绷住，笑出了声啊！你想，如果一个美国人天天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军队，他心里的标杆就是这样子的，他会觉得全世界最牛的军队最多也就这样了呀。那当他看到咱们9三阅兵里无人机方阵铺天盖地而来，整齐划一，充满杀气的时候，那可不就跟看科幻片一样吗？这玩意儿太不真实了，绝对是假的，是 AI。有意思的是这个很多美国人，甚至一部分精神美国人还会给这个特朗普的岳母找补，说啥呢？哎呀，这个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表演的，走的好不好看无所谓，能打就行。然后反过来呢，就攻击咱们的阅兵是花架子，虚有其表，没有实战能力。嘿，这话说的好像美军从一开始阅兵就这么拉垮似的。我告诉你，根本不是。遥想当年，美军阅兵那是相当有气势的呀。你比如说这个1942年，美国刚参加2战那会儿搞过一次阅兵，3万名士兵参加，50万老百姓跟着一起游行，那场面也是人山人海，气势如虹。那时候有人说这些士兵没有打过仗，没有战斗力吗？没人说呀，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需要他们，他们要上战场保家卫国。再比如说1961年肯尼迪总统就职阅兵，那会儿的美军展示出当时最先进的耐基宙斯反导系统，各种导弹车开过去那叫一个霸气。那时候有人说这些没经过实战的导弹是花架子吗？也没人说呀，因为那个时候的美国是朝气蓬勃。所以你看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这个阅兵这种形式上，甚至也不完全出在美军的武器装备上，这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整个美国社会的精气神上。这精气神3个字说起来有点悬，但其实特别实在。为什么1942年这个美国人搞阅兵能那么震撼？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整个美国它是上下一条心，这个军队知道自己上前线是为了保家卫国，这个老百姓也明白军队是为了守护自己而战，军民一心，那股劲儿就起来了。你搞出来的阅兵自然就充满了力量感。为什么1961年美国人能在阅兵上展示那么多新家伙？因为这个2战胜利后整个美国社会是积极向上的，大家是相信科技，相信变革，相信未来会更好。所以当这个1957年苏联人抢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社会是什么反应他们不是去否认不是去质疑说这个苏联的卫星是假的，而是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就是所谓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这种危机感直接就推动他们后面的太空竞赛和军备竞赛。那在那种心态下，你自然就会玩命的研发新武器，并且自豪的展示出来。所以说2战或者冷战时刻那个美国，他既不会搞出像特朗普那样死气沉沉的阅兵，也绝对不会去否认中国的军事进步。那如果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看到我们的阅兵反应绝对是 Oh my God， 中国人有这个了，我们必须得马上行动起来，造出比他们更好的，这才是那个昂扬向上的美国该有的反应。从这儿你就能看出来特朗普天天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想把过去那个美国的魂给招回来，但那个美国是再也回不来了。也不光是特朗普这些年美国两党都在玩一种大型的角色扮演游戏。他们觉得只要模仿过去美国做过的事儿，就能重现过去的辉煌。特朗普模仿里根搞冷战，拜登模仿罗斯福搞大基建，这政策是一个接着一个，听着都挺响亮的，但是没有几个能坚持下来的。上面呢一出政策，下面就跟着欢呼，美国回来了。但是欢呼完了，过一阵子一切照旧。这故事咱们都看了好多年了，也该看腻了。Mega 这个口号喊得越多，也恰恰说明今天的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死气沉沉。他们只能靠机械的模仿过去，去逃避现实。像特朗普那样看到这个解放军有什么新科技，第一时间不是去研究，而是让这个手下做个 PPT，吹牛说我们有更好的，只是还没有拿出来给你们看。
那这种心态吧，在今天的美国啊，已经算是比较积极的了。所以啊，那些质疑咱们阅兵是 AI 的美国人，最好笑一点是啥？他们说了半天，说我们的武器是假的，技术是偷的，阅兵是演的，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一支军队真正的灵魂啊，不在于这些看得见的铁疙瘩，而在于它背后那个社会的精气神里。这个世界啊是物质的，没错，但是呢，怎么去创造物质，怎么去运用这些物质力量，这永远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全社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动员、去努力。这需要这个军队啊有纪律、有理想，知道自己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美国社会为什么再也见不到像样的军队，以至于他们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像样的军队？原因啊就在于这个美国政治和社会自身的衰败。哎，你想想啊，那么多年打着各种旗号对外侵略，搞得这个全世界是鸡犬不宁啊！对内呢，两党恶斗，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在这么个环境下，一个普通的美国大兵，他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吗？他知道自己到底是属于谁吗？是属于这个美国人民，还是属于某个政客的政治资本？美国人民呢，他们也不知道这支军队在外面干什么，跟自己的生活有啥关系。而那些政客呢，只顾着拉帮结派，挑动社会矛盾，甚至想把这个军队变成自己的私兵。在这么个状态下你能指望这支军队有什么发展？虽然从这个物质上讲，美国呢依然是可以靠着它的霸权从全世界吸收大量的财富和人才，但是在整个社会的分裂和低迷之下，这些物质力量大部分都被贪腐和内斗给消耗掉了，真正转化为战斗力的效率那真是低得可怕。当年这个美军从阿富汗狼狈撤军，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今年呢，这个特朗普政策策划了半天，说要突袭伊朗的核设施，想打出一个威风来。结果呢，打没打不知道，打击的效果怎么样没人知道，只知道呢，所有那些敢说袭击效果不明显的军官和官员要么是被警告，要么是被撤职了。所以你看，当一支军队沦为了政客捞取政绩的工具，并且这个内部不被允许说真话的时候，这不光是军队的问题了，这是整个社会都出了大问题啊！反过来说，咱回看自己的历史，这为什么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在那么艰苦、物质条件那么差的情况下，能打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在朝鲜战场上能跟这个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打个平手？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民军队，这支军队这个背后站着的是全体中国人民，它凝聚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力量。一支为人民而战的军队自然能够战胜那些进行不义之衡、失道寡助的侵略军。只有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真正的理解咱们这场阅兵的意义，才能理解从这个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中国和中国军队真正的力量源泉到底是什么。这最重要的不仅仅是那些我们看到的全球领先的武器装备，这更重要的是是创造和运用这些力量的军队和人民，是那种全球领先的军民一心的精气神儿。这股的精气神儿是任何 AI 都伪造不出来的，是任何宣传都无法夸大的，也是任何质疑都无法抹杀的。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